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自新冠疫情以来，政府疯狂的印钱，大批投资者涌入了股票投资市场。根据线上券商富途的财报显示，过去2年的用户就增长了 300%， 从2019年的750万用户增长到了1700万用户。虽然长期来看，美国股市会持续的上涨，标普500 100年以来每年平均的报酬为 10%， 100元投入100年后将会变成1000万。但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许多投资者在股市里面亏钱呢？答案就在于人性的弱点。所以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分享10个投资者会常犯的严重误区，而这些也是我本身在投资时的血泪经验，希望可以给予正在开启投资之旅的你带来启发。错误1，在股市大涨的时候才买入。股市常见的现象就是这样，股市大好的时候大家才买，结果就买到了高点，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就恐慌的抛售，不然就是观望。以前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就是这样，股市上升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高兴，感觉这档股票竟然让我赚到了1倍的钱，还不赶快追加投入，趁势而上，想让本金翻个几倍，结果就追高了。而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就会心慌慌，想着目前市场很差，应该还会持续在下跌的，还是等等吧。结果等着，不管跌到哪里都不敢入场，当回到高点的时候又再被收割了。但其实在股市大跌的时候才是我们应该要兴奋的时候，因为当你在下跌的时候坚持的买入，当未来回到高点时，股市将会大力的回报我们。就算你买的不是最低点，但只要在下跌的时候购买，其中亏损的空间就越低，获利的空间和几率就会越大。这就是股神巴菲特所提倡的，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错误2，因为朋友买就跟着买。刚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朋友，他经常都会说他在股市上赚了多少的钱。一次讨论股票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重仓投入了某一只股票，看他很像很赚钱这样子，结果我就忍不住就跟着买了那一只股票，而且还到处跟其他的朋友分享这个经验。就这样我亏钱了，我其他听我说的朋友买了也亏了，这些都是血泪经验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身边的朋友买某一个标的你就跟着去做，因为有可能他的投资策略不一样，他这么做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做短线的，有可能他只是小额投入一些投机的股票，赌个暴涨的机会而已，但对于你来说却是一大笔的资金。而这也就带入了我们下一个重点。错误3，投资你不了解的东西。股票投资传奇人物彼得林区就曾经说过一句浅显易懂的名言， Know what you own and know why you own it。 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以及你为什么拥有它。如果你无法向一个小学生解释清楚你投资这家公司的理由的话，那么你就并不了解这一家公司，也就是你的能力边界。了解和划分自己的能力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自己本身对科技很着迷，特别喜欢 3C 产品的话，那么可能就可以专注在游戏类公司、手机的制造商，又或者是软件开发商等等的。如果你经常旅游去体验生活，那么可能航空公司、酒店、红酒又或者是食物类等等的旅游时会接触到的这一些公司的股票才会更加的适合你。记得不要成为那种每个领域都投资一点的人，就是为了显摆自己什么行业都了解。承认自己的无知就是智慧的开始。错误4，不了解游戏规则就入场。我在1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投资股票，当时候一来就玩2元期权，就是那种让你预测股价的走势，在1个小时之后是看涨还是看跌的，如果你猜对了就赚钱，在完全没有金融市场背景和股票运作的情况之下就胡乱操作，当然最终就是交学费的份。这就是不了解游戏规则就入场的后果。因此当你想要进行一项投资的时候，先要去了解一下这整个游戏规则，因为在市场上面有很多种的投资方式，有日内交易的，有短线操作的，有个股投资，有指数型投资、期权等等的，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先学习基本的知识再入场。那关于股票投资的新手基础知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这一支完整的免费教学影片哦。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股票投资是怎样赚钱的，股价、估值、操作交易以及 ETF 等等的都会一目了然。错误，不考虑公司内在估值的情况下买入。就像是买衣服一样，今天你买了一个名牌的衣服，你却付出名牌的价格，但万一你买了名牌的价格却买到了一个仿冒品，那么就亏大钱了。投资也是一样的，当你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你也要看看它目前的生意做得好不好，而目前的股价估值是不是值得这一个价格的。这边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家公司的营收有没有在增长，
现金和负债的情况如何，未来预计会增长多少，而目前的股价是不是特别高了，估值 PE ratio 和 PS ratio 在行业里面是属于高的还是低的。什么是 PE ratio 呢？ PE 就是你以多少倍的价格去买入这家公司的净利润，适用于已经赚钱的公司。什么是 PS？ PS 就是你以多少倍的价格去买入这家公司的营收，适用于正在亏钱的公司。而如果目前公司的前景未明，股价却被炒得非常高的话，那么就要小心了，不然就会像是买到仿冒品一样，亏了一大笔钱。周6，投资没有护城河的公司。什么是护城河？护城河就是一家公司比起同行和对手有着明显的优势，使得它可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比如苹果就有着强大的品牌和生态圈护城河，让用户爱不释手，用了就难以转换到其他品牌去。Meta 公司旗下的脸书和 IG 也是一样，有着强大的网络效应，当你的朋友都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很难转换到其他的平台去。再比如亚马逊，它有强大的供应链和物流系统，让它可以拥有成本上的优势。以前的我就喜欢找便宜的股票投入，结果不管持有多久，股价就是上不去，要不然就是公司一开始很好，慢慢就走向斜坡了。后来才发现到护城河的重要性，除了更耐久以外，有护城河的公司更具有投资价值。假如有2家同行业的公司，一家公司生意很好，客户也很喜欢它，但要价是 PE 30，另外一家竞争对手生意普通，有些顾客也经常投诉服务不好，要价只要 PE 5而已，相比之下就便宜很多。这时候你会选择投资哪一家公司呢？那如果是我的话，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投资前者，宁可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一家好公司，也不要用非常低的价格买入一家烂公司，因为在这个时代，便宜的公司早就消失了。巴菲特也受到查理芒格的影响，从一个检验地势的价值投资者，转变成了寻找护城河的价值投资者。周7，听取别人的建议做投资。听到自己身边的亲人或是朋友说了一些股票有多好多好，或是在媒体网络上一些的投资高手就去买入某一只股票或是卖出某一些股票的话，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不是因为听取他人的建议而做出投资决定会有可能让你输钱，你有可能会因此而获利的。重点是你会慢慢培养一种消极被动的心态，你会觉得自己并没有掌控感，无法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手中。不只是投资方面而已，任何的生活上面的领域也是一样，只有当你对自己的决策付出100%的责任的时候，你才拥有掌控局面的力量。你不会看到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在亏损的时候好去责备环境的不对，朋友的不是。他人的建议是可以参考的，但研究功课是必须自己来做。当你自己做功课去研究去投资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止损，什么时候应该加仓，什么时候该卖掉这一档股票了。而当你对这些事情都有了底的时候，就可以在股市上保持信心。这就是成功投资者的心态，对自己的投资决策100%的负责。错误8，没有长期思维。身为长期投资者，我们看的是一家公司未来至少3到5年的前景。只要公司的理念是你认同的，并且持续的成长，而且价格还合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为短期的波动或是悲观的因素而抛售它，导致亏损。更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做，又或者是持续的加仓，平摊掉成本。股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新手关注的是股票的价格，而高手关注的则是自己拥有的持股数量。当股市大跌，正是我们拥有一家好公司更多股票的机会。但很多人看到股票下跌了一点，又听到了一些新闻，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经济将会迎来风暴，马上就把钱拿出来了。这样的短期思维根本就不会获利，因为当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亏钱了。而持续投资的人就会看着自己的投资正在恢复和成长，这就是缺乏长期思维的结果。所以说，股票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收割那些没有耐心的人的财富，并且替有耐心的人来创造财富的。错误9，损失厌恶。刚刚提到的是当你投到好的标的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做错了投资决定，投到一家烂公司，股价暴跌，开始出现了账面亏损，这时候就要果敢的平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人类天生的损失厌恶。对于得到的，我们会更加害怕失去。止损就代表承认错误，不如等股票上涨回来过后再平仓吧，这样就不会亏损了。但这其实并不会发生的，因为原本就是被高估了。所以在股票投资当中，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经常性的以理性的角度去评估一下你手头上的每一档股票是不是买贵了，是不是已经不看好它的发展了。如果答案都是是的话，那就赶紧承认错误来平仓吧。第10，没有制定投资原则。当我们没有制定投资策略，比如追求怎样的投资回报、怎样的风险预期，以及目标获利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会手忙脚乱，胡乱投资导致亏损，又或者是因为心理因素而错过了好的获利机会。因此，当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自己的投资原则。比如我的投资原则就是投资在随着趋势发展有护城河的公司，然后长期持有，积极的做功课，做一个独立思考的投资者，持续锻炼自己对世界变化的判断，追求超过 20% 的年化回报率，作为投入时间、精力和知识的回报，并且拥有开放、持续更新的心态，不害怕承认错误，持续的打破自己的框架等等。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投资理念和原则，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投资经验的积累，慢慢的你就可以打磨自己的投资原则，持续的完善自己的策略。那么在投资的道路上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而不会胡乱投资了。最后呢，再给大家送上一个投资误区的 bonus， 那就是用不到好的投资券商。在选择券商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搞清楚平台靠不靠谱，有没有监管执照，以及其他的网友对平台的评价如何，并且要认真的去了解看看平台交易的手续费情况等等的，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被骗，被收割本金，又或者是因为高额的手续费而影响到获利的空间的。那如果大家对平台的选择毫无头绪的话，这边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我自己本身有在用、功能齐全的股票券商富途 Momo。富途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旗下也持有40多张金融牌照，美国的、香港的和新加坡的都有，是一个非常合规的券商，所以投资者投资这3大股市都会有相应的保障。比如美国的 SIPC 牌照就会自动保障每一位用户最高50万美金的保额。之前我就用了它的平台来做测试，免费获取了1股苹果和未来的股票。还有一个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里面所提供的牛牛课堂收录了丰富的操作和投资教学，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么关于出入金方面呢，我一开始是用海外直接转账美金到投资用户上面去的，后来发现到原来用 Wise 也可以，直接省了一大笔汇率，是目前手续费最低的入金方式。这边我也把相关的操作教学笔记放在简介处那边，你只要跟着操作就可以成功入金了。那么关于出金方面，我自己也下海测试过，出金500美金到自己的这个银行上面去，大概过了2天就到账了。那么扣除银行的手续费和汇率后，基本上每次出金都是要一个50美金左右的，算是有点高啦。所以呢，等到比较多钱的时候才一次过出金才会比较优惠。但如果你是在新加坡、香港又或者是美国有账户的话，就可以省下这一笔费用了。那我自己本身就用马来西亚的 CIMB 开通了一个 CIMB SG 的银行账户，所以刚刚所提到的出金费用也就省下来了。平台稳定有保障，出入金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现在如果用我的链接来加入的话，不只会有股票送，乃至包括 Apple、Facebook、Tesla 等等的，还可以获取美股交易终身免用的优惠。平台费也将免费长达1年的时间。当然这一个优惠活动是有期限的，大家都可以到简介处那边去查看详情。做影片每周提供干货内容不容易，而如果你用我的链接来加入的话，就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可以得到好友奖励的邀请礼包，你也可以得到刚刚提到的股票赠送、美股终身免用和其他福利等等，对我们双方都是双赢的，所以请大家记得用我的链接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11个投资误区、个人的血泪经验，以及最后分享的正股好康，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启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聪明的人会从自己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而有智慧的人则会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希望看了这个影片的你，也可以从我的经验当中少走很多弯路。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一期再见。